林凡在外挖矿时不幸被炸伤血一支，再也不能人道。为了不让妻子守活寡，林凡决定辞去工作回家找妻子离婚。可不曾想，留守的妻子早就在家玩出了花。别玩了，你快点，今天我老公回来。哈哈，他回来看到才好呢，岂不更刺激？他一个上门女婿，现在不仅腿瘸了，鸟都没了，还能有啥意见？他应该感谢我替他照顾你，他还能在边上看个乐呵。你好坏啊，我好喜欢。哟，林瘸子回来了，怎么不提前说一声？我日你祖宗！给脸不要脸！行了，宝蛋，别打出人命。妈的，废物还敢动手！你刚才不是说他今天回来吗？我说的是今天回来，又没说几点，还能爬起来不？能爬起来就收拾东西滚蛋。这是我家。你家房本上写的是我刘翠花的名字，你一个倒插门的，矿上炸没了那玩意儿，现在腿也瘸了，挣不来钱养家，还占着茅坑不拉屎。跟他废什么话？林瘸子，识相点自己滚，不然见你一次打你一次。你他妈找死！别真打死了。还有气，明儿醒了赶紧叫他滚蛋。签了吧。林凡，你可想清楚，出了这门，你再想回来求我，门都没有。想清楚了。算你识相，你一个矿上残废，连男人都做不成了，我还跟你耗什么？王主任说今天能办完是吧？材料齐了，章一盖就行。翠花，你那个是？放心，王哥，晚上一品香，我请。家里的东西我都不要。本来也没什么是你的，别忘了，你是上门女婿，那3间瓦房是我爹妈留下的。哦，对了，这个给你，别说我无情，毕竟夫妻一场。虽然你那2年根本不算个男人。刘翠花，你记住今天。记住什么？记住你像个废物一样从矿上爬回来，还是记住你连自己老婆都满足不了？救命！抢钱了！来人啊！周红梅，别不识抬举，你男人工伤死的抚恤金拿出来割几个花花。这是给我婆婆治病的钱，你们还有没有良心？良心值几个钱？放开他！妈的，又来个多管闲事的，哟，还是个瘸子。瘸子也想英雄救美。我已经报警了。报警！这片的派出所王所长是我二舅。别打了，钱给你们，别打了。早这么痛快多好。瘸子，下次长点眼。同志你醒醒！睡。你坚持住，我去叫人。这辈子真他娘失败！就在他意识即将消散时，右手掌心突然传来灼热感，那张沾满血的10元钱竟然在发光。不是钱在发光，是钱里夹着的一片拇指大小、薄如蝉翼的玉片在发光。这玉片是林凡母亲临终前缝在他衣襟里的，他一直贴身藏着。离婚收拾东西时，随手塞进了装钱的兜。林凡瞳孔放大，意识被拉入一片混沌空间。林家血脉，终于有后人触发了轮回域，可惜是在将死之时。谁？你是谁？吾乃林氏先祖林道玄，北宋年间以相术入道，窥破天机，练就此玉。此玉需林家血脉濒死时以血唤醒，可保一缕残魂不灭，轮回重生。但每次使用需耗尽寿元。重生？我能重活一次？非也，此玉只能让你意识不散，赋予将死之身，且每附身一次，寿元减半。你是第370代血脉，气运已微，此次触发，怕是只能保你3日残喘。3日？我要这3天有什么用？玉中有我毕生所学，相面、风水、医术、卜武。你若能在3日间寻得一线生机，或可续命。但切记，此玉逆天而行，每用一次，代价惨重。记住，林家祖训：济世不为恶。林凡猛地睁开眼睛，仍躺在巷子里，他感觉浑身剧痛，但意识异常清醒。掌心玉片已消失，只在皮肤上留下一道淡青印记。就是他，快救人！伤得不轻，送医院。你女儿在县一小3年级2班，今天放学别让她走西路，有车祸之险。你怎么知道我有女儿在县一小？林凡自己也愣住了，刚才那句话仿佛不受控制就说出来了。同时他眼中看到这男人眉心一缕黑气，耳边似乎有个声音在说子女宫晦暗，西行见血光。先别说了，送医院。不去医院，送我去青山镇。你都这样了还去哪？去找活路。刚才那瘸子说什么车祸？胡言乱语吧，都伤成那样了。不过他说的有鼻子。林凡再次醒来时，是在一辆摇摇晃晃的拖拉机车斗里。周寡妇坐在车斗边上，抱着她的布包。现在那个布包瘪瘪的。见林凡醒来，她连忙放下包。同志，您醒了，感觉怎么样？林凡浑身上下像是散了架，但奇怪的是，意识格外清醒。他右手掌心那道淡青印记微微发烫，脑海中那些相面、风水、医术的知识碎片，像是被整理过的图书馆，等待他随时查阅。我们在哪？
去青山镇的路上，同志，你真不去医院？不用，去煤矿。青山镇煤矿招工，待遇从优，伤残优先。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周红梅，纺织厂的工人。今天真是谢谢你了，要不是你，那是我婆婆治病的钱。他们抢走了多少？300块，我男人矿难死的抚恤金就剩这些了。林凡沉默了。80年代的300块，对普通家庭来说是笔巨款。他看着周红梅眉心那股挥之不去的灰暗之气，这是家破人亡、流年不利的面相。但奇怪的是，他眉宇间还藏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金光。你最近是不是经常梦见水？你怎么知道？我连续1个星期梦见发大水，我只能站在屋顶上。你家东南方向是不是有口井或者水塘？有，我家院子东南角有口老井，我婆婆说是我太爷爷那辈挖的。同志，你是？到了。等等，招工时间过了，明天再来。告示上写着伤残优先。我叫林凡，之前在县煤矿干过5年，有井下经验。去年工伤，右腿截肢，左腿膝盖永久性损伤。你这是刚被人揍过？路上遇到抢劫的，见义勇为。是真的，他为了救我。林凡，县煤矿哦，去年那场瓦斯爆炸，你是幸存者之一。我听说过你，县矿的李矿长提过，说你是条汉子。出事时救了3个人出来，自己却被……还能下井吗？能，给我根拐杖，单腿我也能干活。我叫陈建国，矿上的技术员兼招工办主任。按理说你这情况我们不该收，但矿上最近确实缺人，尤其缺有经验的老矿工。井下安全员老张上个月退休了，这个位置一直空着，活不重，主要检查通风、瓦斯、支护，但责任大。工资比普通矿工高1级，1个月68块，包吃住，干不干？干。宿舍在3排4号，跟另一个安全员老王住一间。明天早上6点，我带你去熟悉井下环境。你这伤，矿上医务室下班了，我家里有点红药水，待会儿给你送去。谢谢陈主任。这位女同志，我送她安顿好就。周红梅扶着林凡走进了宿舍区。周红梅看着简陋的环境，眼圈又红了。你就住这儿？林凡坐在空床上，长长舒了口气，比露宿街头强。周红梅从水房打来一盆水，用毛巾蘸着给林凡擦脸上的血。她的手很轻，动作小心。你家人呢？没了，父母早逝，今天刚离婚。周红梅的手顿了顿。对不起。没什么。林凡睁开眼，看着这个陌生的女人，又问：倒是你，钱被抢了，婆婆的病怎么办？周红梅咬紧嘴唇。我在想办法，实在不行，我去卖血。别！林凡突然抓住她的手腕，这个动作让她自己都愣了一下。更让她惊讶的是，当她触碰到周红梅手腕时，脑海中突然浮现一些信息：脉象虚浮，肝气郁结，但肾经却异常活跃。还有，她体内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吸引轮回玉的感应。你……周红梅脸一……抱歉，我的意思是，钱的事也许有办法。什么办法？林凡没有回答，而是盯着周红梅看了足足10秒。在轮回玉的加持下，他的相术能力正在觉醒。此刻他眼中的周红梅，面部12宫的气色流转清晰可见。你娘家是不是在河边？或者说，你小时候是不是差点淹死过？你怎么？我5岁时掉进村口的河里，是我爷爷跳下去把我救上来的。这是我连我死去的丈夫都没细说过。你命中水旺，但水火相冲。你家的那口老井下面应该不只是水。什么意思？明天我带你去看看。现在太晚了，你先回去，注意安全。周红梅将信将疑，但看着林凡笃定的眼神，还是点了点头。她给林凡留了地址，这才离开。周红梅走后，林凡独自坐在床边，借着窗外矿场的灯光，摊开右手，那道淡青印记在昏暗的光线下若隐若现。林凡集中精神，尝试调动轮回玉中的知识。先是医术，几个简单穴位按压就能缓解疼痛。他按照方法按压自己手臂几个穴位，果然身上的伤痛减轻了不少。然后是相术，他看向窗外矿场的灯光布局，发现几处明显的风水问题。办公楼正对矿洞入口犯了冲煞，职工宿舍建在低洼处，湿气重，影响健康。最严重的是，矿场东南角的变电站位置正好压在一片地脉上，长此以往容易出事故。有意思。咚咚咚，敲门声响起，陈建国拿着一瓶红药水和纱布进来。来，处理一下伤口。他一边帮林凡上药，一边闲聊。老王，今晚值班，不回来住，你一个人行吗？没问题。陈主任，矿上最近是不是不太平？你怎么知道？猜的，不然不会这么急着招安全员。陈建国叹了口气，压低声音：上个月出了2起小事故，一次顶板脱落，一次跑车，好在没死人，但伤了3个。矿长被县里通报批评，压力大得很。所以你现在来，其实是来当替罪羊的。老王，下个月退休，你要是接他的班，一旦出事，责任就是你的。如果我能在下个月前找出事故隐患呢？陈建国笑了。年轻人，我知道你想表现，但煤矿的事没那么简单。井下几百米深，地质条件复杂，谁敢保证不出事？
让我试试，我需要矿区的平面图，还有最近半年的安全检查记录。明天给你，不过丑话说在前头，你要是乱来，我可保不住你。明白。陈建国离开后，林凡躺在床上，右手掌心微微发烫，轮回玉的感应越来越强烈了。这个煤矿似乎藏着什么秘密，而周红梅家的那口老井恐怕也不简单。3日残喘，那我就用这3天搏一条生路。咚咚，敲门声响起，陈建国带着一个40多岁、皮肤黝黑的汉子进来。林凡，这是老王，王德发，你的搭档。王德发打量了林凡几眼，特别是那条空裤管。陈主任，这安全员可是要下井检查的，他这腿……我能行。你要的平面图和检查记录，6点半下井，你还有1个小时准备。陈建国递给林凡一叠资料，林凡接过资料，迅速翻阅。南翼，这里记录显示，3号井南翼340米处，瓦斯浓度连续3天偏高，但检查人员只写了加强通风，没有后续跟踪。那个区域煤层薄，开采价值低，矿上准备放弃，所以没太重视。煤层薄，但平面图显示这一片的巷道支户密度比别处高30%。如果只是薄煤层，为什么要加强支户？这个还有这里，2号井北侧记录显示顶板有渗水，但最近半个月没有检查记录。现在是雨季，井下渗水不是小事。陈建国的表情严肃起来，对王德发说：“老王，这些你怎么没汇报？”王德发额头冒汗，我以为都是小问题。马上下井，林凡，你今天就跟老王一起重点检查这。6点半，林凡穿戴拄着特制的金属拐杖来到了矿井中。第一次下井？不是，在现矿干过5年。那你应该知道规矩，井下不说话，走路看脚下，听声辨位，特别是你腿不方便，更要小心。先去3号井南翼。王德发点头，两人一前一后向巷道深处走去。巷道越来越窄，支户的木头梁柱在矿灯照射下投出诡异的影子。林凡的拐杖敲击地面，发出有节奏的声响。突然，他停下脚步。怎么了？林凡没说话，而是蹲下身，用手摸了摸巷道壁，潮湿，但不是一般的潮，带着一股淡淡的硫磺味。这里最近是不是有异味？好像有，但井下嘛，各种味道都有。不对，林凡站起身，从工具包里掏出瓦斯检测仪，说道：“仪器显示，这里的瓦斯浓度是0.8%，略高于安全标准0.5%，但还不算危险。”但林凡的直觉告诉他，事情没这么简单。他集中精神，调动轮回玉中的风水知识。在传统风水学中，地下也有龙脉地气之说，而煤矿开采实际上是破坏地脉、释放地气的过程。此刻，他看到这处巷道的地气流动异常，不是往上走，而是在某个点汇集、盘旋，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往这边挖。林凡指着一处巷道壁，说道：“什么？这里没计划开采，而且没有设备。”用手。林凡已经拿起镐头，开始敲击岩壁。王德发犹豫了一下，还是上前帮忙。两人敲了10几分钟，岩壁突然哗啦一声塌下一小块，一股更浓的硫磺味涌出。王德发用矿灯照进去，倒吸一口凉气。这是……里面不是煤层，而是一个天然形成的空洞。空洞不大，但洞壁上密密麻麻镶嵌着一些深色的、泛着金属光泽的石头。林凡捡起一块，在矿灯下仔细看，石头呈深灰色，表面有蜂窝状结构，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这是锰矿？不，这是钨矿。钨矿？怎么可能？青山镇从来只有煤，所以没人发现。这个空洞是天然形成的，正好在煤层和岩层的交界处。我猜，整个3号井南翼下面可能有一条钨矿脉。钨，战略金属，80年代的国家急需物资，价格是煤炭的几10倍，甚至上百倍。发了，我们发了。王德发喃喃自语，但林凡的注意力却被另一样东西吸引。在洞穴中央有一个小水潭，水潭不大，直径约2米，水色深黑，深不见底。水潭边长着一些奇怪的白色苔藓。林凡走进水潭，蹲下身，右手掌心的印记突然剧烈发烫。他伸手触碰潭水，冰冷刺骨，但接触的瞬间，脑海中涌入大量信息：寒潭，地脉之眼，阴极阳生之处，潭底有玉髓，可续经脉，愈残疾。林凡的心脏狂跳起来。先祖传承中提到过，天地间有一些特殊的地方，汇聚地脉灵气，能生出天才地宝。这寒潭下的玉髓正是其中一种，有续接经脉、再生肌骨的神奇功效。他的腿有希望了。林凡，快来看！王德发在另一边喊道。林凡收回手，走到王德发那边。王德发指着一处洞壁，那里有一些人工开凿的痕迹，还有几个模糊的字迹。字迹已经很淡了，但依稀能辨认出是繁体字。民国37年，李凤山到此，取玉3块，流坛以待有缘。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此地脉凶险，非大气运者不可侵入。若见字者，取玉速离，勿贪勿念。李凤山好像在哪里听过。青山镇的老辈人说过，民国时期这一带有过一个有名的风水先生，就叫李凤山。传说他看风水极准，但后来突然失踪了。所以这地方他早就发现了，那他为什么不开发？因为他知道这里不是普通人能碰的。话音未落，整个洞穴突然震动了一下，细小的碎石从洞顶落下。不好，刚才我们挖的洞口可能破坏了结构。快走！两人冲向来的洞口，但就在这时，寒潭的水面突然沸腾起来，不是热的沸腾，而是冰冷的、冒着白气的沸腾。一股极寒的气流从潭中涌出，瞬间弥漫整个洞穴。王德发打了个寒战。
这什么鬼地方？林凡却盯着潭水中央，在那里水面下3米左右有3团柔和的白色光晕，那就是玉髓。老王，你先走。什么？你疯了？一起走！我马上来。林凡已经扔掉拐杖，单腿跳向寒潭。林凡，但林凡已经纵身跳进潭中，刺骨的寒冷瞬间包裹全身，几乎让他失去意识。但右手掌心的轮回玉爆发出炽热的光芒，驱散了部分寒意。他憋住一口气，向下潜去。3米对于正常人来说轻而易举，但对于只有一条腿的林凡却异常艰难。他拼命划水，左手伸向那团最近的光晕，那是一块拳头大小、温润如玉的白色石头，握在手里。林凡来不及细看，又去抓第2块、第3块。就在他抓住第3块玉髓的瞬间，整个洞穴的震动达到顶峰，轰隆，洞顶开始大面积坍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衣领。王德发，这个老矿工不知何时返回，半个身子探进潭中，拼死将林凡拖了上来。快走！林凡喊道。王德发架起林凡，冲向洞口。两人刚冲出洞口，身后的洞穴就完全坍塌了，烟尘弥漫，将那个秘密永远埋在了地下。巷道里，王德发喘着粗气，看着浑身湿透，手里还紧紧攥着3块白色石头的林凡。你他妈不要命了！林凡笑着说：“值得。”他摊开手，3块玉髓在矿灯下散发着柔和的白光。王德发看呆了，这就是李凤山说的玉。林凡将1块递给王德发，说道：“见者有份。”王德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过来。这东西值钱吗？对需要的人来说无价。林凡没有多说，说道。两人互相搀扶着走出巷道，回到地面时已经是上午9点。陈建国看到两人狼狈的样子，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受伤了？小事故，已经处理了。陈主任，我建议立即封闭3号井南翼340米区域，那里地质不稳定，有坍塌风险。他没提钨矿的事，也没提玉髓，有些秘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我马上安排，你们先去医务室检查一下。医务室里，医生给两人做了简单处理。王德发只是皮外伤，林凡的后背被石头砸得不轻，青紫了一大片。但林凡并不在意，他握着那块玉髓，能清晰感觉到一股温暖的气流正从石头里流出，顺着手臂流向全身，特别是双腿的断口处，传来酥酥麻麻的感觉。这东西真能治我的腿？林凡心中暗想。处理完伤口，林凡请了半天假，说要去县城办点事。实际上，他是要去周红梅家看看那口老井。林同志，你怎么来了？你的伤好多了。就是这口井，是我爷爷说这井有上百年历史了，井水一直很甜，但前几年城里通了自来水，就用的少了。井很深，黑黝黝的看不见底，但林凡能看到井下的地气流动异常活跃，而且有一股熟悉的能量波动，和煤矿寒潭里的玉髓很像，但又有所不同。有绳子吗？你要下井？不行，太危险了。放心，我就在井口看看。这一次他看得更清楚了，井下约15米处，井壁一侧有个隐蔽的凹陷，凹陷里放着一个小木箱，木箱已经很腐朽了，但箱子里有3块巴掌大的黑色石头，这是玄铁。林凡心中一震，先祖传承中提到过，天地间的特殊矿产中有一种玄铁，不是普通的铁，而是蕴含地脉精气的一铁，用它打造的兵器锋利无比，用它做法器威力倍增。但更重要的是，玄铁能引导和增幅轮回玉的力量。红梅，你这口井可能藏着宝贝。宝贝，你相信我吗？周红梅看着林凡的眼睛，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昨天才认识，浑身是伤的残疾男人，却给他一种莫名的信任感。信。那好，帮我个忙，我需要下井取点东西，你在上面看着绳子，如果我拉3下，你就把我拉上来。可是你的腿，我能行。15米对正常人来说不算什么，但对林凡却是巨大的挑战。有好几次他差点脱手滑落，终于他来到了那个凹陷处，里面是3块巴掌大沉甸甸的黑色石头，表面有天然的云纹，入手冰凉。林凡将3块玄铁揣进怀里，又看了看凹陷的深处，那里似乎还有什么。他伸手进去，摸到了一块硬物，掏出来一看，是一块玉牌，玉牌呈青色，上面刻着一些古文字：地脉交汇，今生水旺，此井通幽，藏玄铁3斤，留待有缘。取铁者，须以善念用之，否则必遭反噬。李凤山留。又是李凤山，这个民国时期的风水先生，不仅在煤矿留下了痕迹，还在周红梅家的老井里藏了东西。他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这么做？来不及细想，林凡将玉牌也收好，拉了3下绳子，周红梅费力将他拉了上来。找到了吗？这是铁矿石，比铁矿石珍贵。红梅，这东西值不少钱，足够你婆婆治病，还能改善你们的生活。但你得答应我，不要轻易卖，等我找到合适的买家。这是你发现的，该归你。这是你家的井，我只是帮你找到了它。这样吧，卖掉的钱我们平分。不行，你救了我，又帮我找到这个，我怎么能？就这么定了。而且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什么忙？我需要一个安静、安全的地方，闭关3天。这3天我不能被打扰。周红梅看着林凡坚定的眼神，点了点头。我家有间空房，以前我丈夫住的，如果你不嫌弃。不嫌弃，谢谢。当天下午，
林凡住进了周红梅家的空房。他告诉陈建国自己旧伤复发，需要休息3天。陈建国准了假，还让人送了些药来。房间里，林凡将3块玉髓摆在面前，又取出那3块玄铁和玉牌。轮回玉的感应从未如此强烈，他能感觉到这几样东西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他按照先祖传承中的方法，将1块玉髓贴在右腿断口处，运转轮回玉中的呼吸法，一股温暖的气流从玉髓流入体内，顺着经脉游走。断口处传来剧烈的痒痛，像是千万只蚂蚁在爬。林凡咬紧牙关，额头上渗出豆大的汗珠。他能内视到断掉的经脉正在一点点重新连接，肌肉组织在缓慢再生。这是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第1天过去，断口处新长出了1寸左右的小腿，像婴儿的腿一样细嫩。第2天又长了1寸，同时左腿膝盖的旧伤也在好转，那种刺痛感减轻了许多。第3天凌晨，当最后1块玉髓的能量耗尽时，林凡的右腿已经长到了膝盖以下，虽然还比正常的腿细一些，但已经完整了。他试着站起来，双脚触地的瞬间，热泪盈眶。他终于重新拥有了双腿，虽然新生的右腿还很虚弱，需要时间锻炼恢复，但这已经是奇迹。更让他惊喜的是，轮回玉的能力似乎也提升了。现在他不刻意集中精神，也能隐约看到别人面上的气色，对地气的感应更加敏锐，脑海中那些医术、风水、鼓舞的知识也融会贯通了许多。这就是一线生机。你的腿治好了，谢谢你，红梅。不该我谢你。婆婆昨天去医院了，医生说手术很成功。还有，派出所早上来人说，抢钱的那3个混混抓住了，钱追回来了一部分。好消息。还有，昨天有个穿中山装的男人来找你，说是县政府的，姓赵。他说你救了他女儿，一定要当面感谢你。他说今天还会来。林凡同志，终于找到你了，我是赵建军，县政府的，这位是我们王县长。林凡同志，我听赵主任说了你的事，见义勇为，还准确预测了他女儿的危险，了不起啊！巧合而已。是不是巧合，我们心里有数。我今天来，一是代表县政府感谢你，二是有件事想请教你。请讲。县里最近在规划新城区，有几个选址方案，但争议很大。我听说你对风水地理有些研究，想请你帮忙看看。王县长抬举了，我只是略懂皮毛，不过既然县长信任，我愿意去看看。今天下午2点，我派车来接你。林大哥，你真的懂风水？那可是封建迷信，万一说错了。放心，我懂的不只是风水。新的征程开始了，而某些人的账也该算一算了。林凡的脑海中浮现刘翠花和王宝蛋的嘴脸，他抬头看向东方，朝阳正冉冉升起。不急，等我站稳脚跟，咱们慢慢算。真的不用我陪你去？放心，在家等我。林凡同志，听赵主任说，你不仅救了他女儿，还准确指出了事故地点，能说说你是怎么知道的吗？我爷爷以前是走街串巷的郎中，懂点相面之术。我小时候跟他学过一些皮毛。那天看到赵主任，见他眉宇间有晦暗之气居于子女宫，又恰逢有时西方属金，金克木，木主行路，所以就冒昧提醒了一句。这个年轻人不过27、8岁年纪，但眼神沉稳的像个40、50岁的老江湖。你的腿老伤，遇到个土郎中，用了偏方，没想到真有效果。县里计划在这里建新城区，但有几个问题：一是地势低洼，雨季容易积水；二是这块地原来有几个老坟场，虽然迁走了，但老百姓心里有疙瘩；三是省里的专家来看过，说这里的风水格局有问题，叫什么青龙断手，不吉利。王县长，我能四处走走吗？请便。那里是不是原来有个庙？你怎么知道？确实有个小土地庙，过4就是拆了。庙基还在吗？在，就在那片杨树林里。带我去看看。这下面有东西。什么？挖开看看。这是地气，或者说地脉气。明朝嘉靖年间，本地乡绅请风水先生做的镇地之物，上面写着：此地为双龙戏珠之局，须以庙镇之，保一方平安。庙拆了，地脉就乱了。这能证明吗？可以找文物专家鉴定龟甲年代。不过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怎么破解现在的困局。请讲。第一，所谓青龙断手，是因为北面那座山去年开山采石，破坏了山形。解决方法是在破损处建一座亭子，补全山势，这叫接龙手。第二，地势低洼积水，不是因为这里本来低，而是因为东南方向那条小河改道，把排水口堵了，只需疏通河道，问题自解。第三，那几个老坟场的位置恰好处在地脉节点上，阴气积聚。我建议在那些位置建公园，栽桃树，桃木辟邪，公园聚人气，阴阳平衡。最后，新城区的主干道应该从西南向东北斜穿，顺应地气走向。政府大楼建在现在这个位置，这里是诸位，双龙环抱，主官运亨通。林凡同志，你这些建议有几分把握？8分。风水之学，信则有，不信则无。但我说的治水、修路、建公园，都是实实在在的惠民工程，做了总没坏处。你愿不愿意来县规划办工作？我特批一个编制。谢谢县长好意，但我刚在青山镇煤矿找到工作，想先站稳脚跟。煤矿太屈才了，而且下井危险。我有分寸，不过
如果县长真想帮我，我倒有个不情之请。你说，我想在县城开个小店，看相、起名、选日子，顺便卖点药材。但我刚离婚，身无分文，也没有户口。这个简单，赵主任，你帮忙办一下。店铺我给你找，就在老街那儿有间公房空着，营业执照、户口迁移，1周内搞定。多谢县长。别谢我，这是你应得的。不过我也有个条件。您说。新城区建设期间，你要做顾问，随叫随到。义不容辞。林兄弟，你这次可真是帮了大忙。王县长是个重情义的人，你这份情他会记着的。怎么样？很顺利，这是预支的顾问费。另外，县长答应帮我开个店，办户口。太好了，林大哥，你终于熬出头了。是我们店铺需要人帮忙，你愿不愿意来？工资按纺织厂的2倍算。可我什么都不会。你会算账，会待人接物，这就够了。而且我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3天后，店铺手续办妥了。老街23号，一间30平米左右的临街铺面，招牌是林凡自己写的，林是技术咨询，下面一行小字：建筑选址、地基处理、环境评估。开张第1天没什么客人，傍晚时分，第一个客人上门了，是个40多岁的中年妇女，神色憔悴。请问是林师傅吗？我是，请坐，有什么可以帮您？我儿子病了3个月，医院查不出原因，就是天天发烧说胡话。有人说是不是家里房子有问题？我听说您懂风水啊，不懂环境。林凡仔细观察妇女的面相，见她印堂发暗，眼带血丝，这是长期焦虑、睡眠不足的症状。您儿子最近去过什么地方吗？或者家里有什么变化？就3个月前，我们搬了家，住进了厂里新分的房子。搬进去不久，孩子就病了。新房在哪里？结构怎么样？在城西机械厂家属院1楼，有点潮。大姐，带我去看看您家和您儿子。妇女的家在一栋3层红砖楼的1楼，房间不大，光线有些暗，墙角有霉斑。男孩躺在床上，脸色苍白。林凡一进门就感觉到一股阴湿之气。这房子以前是不是做过仓库？您怎么知道？这栋楼以前是厂里的物料库，去年才改成家属院。问题就在这里，仓库为了防潮，地面做过特殊处理，但通风不好，改成住房后，人住在里面，呼出的水汽排不出去，加上1楼本来就潮，就形成了湿胀环境。您看，孩子面色苍白但唇色发紫，这是缺氧的症状。这房间湿气重，空气中含氧量低，长期住在这里，体质弱的人就会生病。那怎么办？简单，第一，每天至少开窗通风3小时；第二，墙角放些生石灰吸潮；第三，让孩子暂时搬到通风好的房间住。如果条件允许，最好申请换到楼上干燥的屋子。他想了想，又从随身包里取出纸笔，再给您开个方子。茯苓、白术、陈皮、健脾祛湿的，配合医院开的药一起吃。妇女千恩万谢，硬塞给林凡5块钱。这件事很快在街坊间传开。第7天傍晚，店里来了个特殊的客人，是个60多岁的老者，穿着灰色长衫，拄着紫檀木拐杖，气度不凡。小友就是林凡。正是，老先生请坐。老者坐下，打量了一下店内的布置。听说你治好了刘家孩子的病，只是给了些环境改善的建议。环境改善说得巧妙，那孩子住的是老仓库改的房子，阴湿之气积郁，普通医生确实看不出门道。林凡心中一凛，知道遇到行家了。老先生是？我叫李守一，以前在建筑公司做技术顾问，现在退休了。小友不必紧张，我没有恶意，只是好奇这年头年轻人懂这些老经验的越来越少了。跟长辈学过一些。你这腿恢复得很好啊。放心，我就是随便问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际遇。他从怀里掏出一块木牌，放在桌上。这是我的拜帖，小友若有兴趣，明天午后城隍庙后殿一叙，我在那儿整理一些老建筑资料，或许对你有用。说完，他起身离开。林凡拿起木牌，上面刻着李守一3个字和地址。周红梅从后面走出来。这老爷子不简单，林大哥，你要去吗？去，老前辈的经验值得。第2天午后，林凡如约来到城隍庙后殿，院子里堆了不少旧书和图纸，李守一正在整理。小友很准时，听说你帮王县长看的新城选址，只是提供了一些地质方面的建议。你看看这个。这图我祖父留下的，他民国时期是本地有名的工程师，参与过很多建筑项目。这些资料传到我手里，我一直想找个合适的人传承下去。小友，我看得出来你有天赋，不是书本上学来的那种，是真正的地脉感应天赋。我祖父说过，有些人天生就对土地有特殊的感知力。老先生过奖了。不必谦虚，我今天找你不只是为了送资料，还有件事要提醒你。最近县城不太平，我听说有人要在南山乱开砂石场，那地方地质特殊，乱挖会出大问题。您说的是王宝蛋要承包的砂石场？你认识他？有些过节。那你要小心了，这人背景不干净，做事不择手段。而且我夜观天象啊，不，我根据气象资料分析，最近可能有暴雨，南山那种土质容易滑坡。谢谢老先生提醒。另外，我建议你去县政府档案室查查资料。我记得祖父说过，县政府那块地下面有老防空洞，如果新建大楼，地基要特别注意。我会注意的。当天晚上，林凡悄悄来到县政府大院，按照地图标注位置，放着一个铁盒，铁盒没有锁，打开后，里面是一本线装古书和一块玉佩。古书封面上写着4个大字：地脉纪要。翻开书页，
里面是工整的小楷，记录着青山县的地质特征、水文分布、土层结构，还配有许多手绘图纸。书中提到一种理论：地脉流通，则生气盎然；地脉阻滞，则病患滋生。玉佩则是圆形，阴阳鱼图案，入手温润。书中夹着一张字条：五里凤山与挚友林振南共著此书，及二人毕生勘测所得，入青山县地质全貌。后世得此书者，当以之造福乡里，勿为私利。另阴阳玉佩乃特殊石材所制，可感应地气变化。林凡拿起玉佩，果然掌心的轮回玉与他产生共鸣。听说没有，王宝蛋那家伙搭上了市里的关系，要承包县里的砂石场了。那个地痞，他凭什么？凭他姐夫是市工业局的副局长呗，而且他最近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笔钱，出手阔绰得很。刘翠花也跟着沾光了吧？那可不，两人现在出入，对，听说要结婚了。林大哥，你去哪儿了？去查了些资料。红梅，这几天店里可能不太平，你回娘家住几天，等我处理完再回来。我不走，我要跟你在一起。听话，这事有危险，你放心，我能解决。那你小心。县长，听说县里要发包砂石场。是啊，有好几个人在竞争，怎么，你有兴趣？我没有，但我有个建议，砂石场在南山脚下吧？我查了老资料，那里是古滑坡区，土质松软，如果开采不当，可能引发地质灾害。详细说说。这里是古河道沉积区，土层含水量高，砂石场如果在这里大面积开挖，破坏山体稳定性，雨季可能发生滑坡，威胁下游村庄。那你的建议是？砂石场可以开，但开采范围要严格控制。这个范围内土质相对稳定，之外的一寸都不能动，而且开采前要做详细的边坡加固设计。有道理，这事确实要慎重。不过承包人选公开招标，公平竞争，但我建议找一个懂技术、负责任的人，比如青山镇煤矿的陈建国主任，他懂地质，也懂安全生产。林凡，你跟那个王宝蛋有过节？他抢了我前妻，还打断过我一条腿，就是原来那条。明白了，招标会定在3天后，你来做技术顾问。谢谢县长。陈主任，想不想换个更有前途的工作？林凡把砂石场的事说了。什么意思？让我承包？可我哪来那么多钱？钱的事我来解决，你只需要出技术和人脉，利润我们3-7分，你7我3。这为什么帮我？因为你是个负责任的技术人员，而且我需要一个信得过的合作伙伴。好，我。林瘸子，你来干什么？要饭？他怎么在这儿？还坐在上面？装腔作势。王老板，你的开采方案涉及南山北坡，那里是古滑坡区，按照安全规范不能开采。你懂个屁！我说能开就能开。王县长，这是地质资料，红色区域是危险区。王老板的方案70%都在危险区内。王宝蛋，你怎么解释？我可以改方案。来不及了，而且你连基本的地质报告都没有，怎么保证安全生产？我不服，陈建国一个穷技术员，哪来钱承包？肯定是假的。王宝蛋，你以为抢了别人的老婆，打断别人的腿就能逍遥一辈子？你账慢慢算。不是让你回娘家吗？我放心不下，事情顺利吗？顺利，走吧，回家。招标会后的第3天，天还没亮，林凡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他迅速穿好衣服，打开门，只见陈建国满头大汗的站在门外，手里拿着一份文件。林凡，出事了，砂石场那边。进来说，慢慢说。两人进了屋。陈建国把文件摊在桌上。昨晚我去砂石场实地勘测，发现王宝蛋的人已经在偷偷施工了。什么时候的事？至少3天前就开始了。他们在南山北坡开挖，而且挖得很深。深度多少？最深的地方已经挖下去8米多，完全超出安全范围。更糟糕的是，昨天晚上开始，山体有轻微滑坡迹象。我连夜做了测量，如果今天下雨，恐怕会出大事。林凡看向窗外，天色阴沉，乌云正在积聚。走，去现场。半小时后，两人骑着自行车赶到南山北坡。眼前的景象让林凡倒吸一口凉气。原本平缓的山坡被挖出一个巨大的坑，坑深约8-9米，坑壁几近垂直，几台挖掘机停在坑边，坑底还有人在作业。更让林凡心惊的是，他右手的轮回玉印记开始剧烈发烫。他能看到一股混乱的地气正从坑底涌出，像是被截断的血管在喷涌。陈技术员，你怎么来了？谁让你们在这里挖的？不知道这里是禁采区吗？王老板说先干着，手续后面补。再说了，这里的砂石质量好。话音未落，坑壁突然滑落下一大块土石，所有人立刻上来，快！坑底的4-5个工人这才慌了，手忙脚乱地往上爬。最后一个工人刚爬到一半，整个坑壁开始大面积坍塌，轰隆，尘土飞扬。完了！等尘土散去，坑已经被填平了大半。幸运的是，工人们都及时爬了上来。还没完，
这不是普通的滑坡，地下有东西。他集中精神，轮回域的能力完全展开，在他的感知中，这处山坡的地下有一个巨大的空洞，空洞里积聚着某种特殊的气体。刚才的挖掘破坏了空洞的顶部，导致气体泄漏，土质变得极其不稳定。立刻疏散所有人员，方圆500米内不准有人靠近。我去报告县政府。可是王宝蛋那边，如果他敢阻拦，就告诉他这里随时可能发生大爆炸。王宝蛋，谁允许你私自开工的，还挖到禁采区？县长，我就是想先试试图质，而且也没出大事嘛，就是个小滑坡。小滑坡？王老板，你知道你挖到了什么吗？他走到地图前，用红笔在南山北坡画了个圈。这里地下有一个天然空洞，积聚了大量可燃气体。根据我的测算，如果气体浓度达到临界点，一个火星就能引发爆炸，爆炸威力足以摧毁半个南山村。会议室里一片哗然。林凡同志，你有证据吗？我采集了土壤样本，含有高浓度硫化氢。另外，根据县志记载，民国23年这里曾发生过地火喷发，烧了3天3夜。我查过资料，所谓地火，就是地下可燃气体泄漏被引燃。他拿出一本发黄的县志。确有其事，王宝蛋，你还有什么话说？我不知道啊。王宝蛋，你涉嫌违规作业，危害公共安全，现在跟我们走一趟。公安上前将王宝蛋带走。现在当务之急是处理险情。林凡同志，你有什么建议？第一，立即疏散南山村村民；第二，封锁现场，严禁明火；第三，他看向窗外越来越暗的天色，要下雨了，雨水会渗入地下，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滑坡，甚至导致气体大面积泄漏，必须在下雨前采取措施。什么措施？打泄压孔。泄压孔？那需要精确知道空洞的位置和大小，稍有偏差反而会加速泄漏。我知道空洞的位置。他拿起笔，这里，还有这里，打3个孔，深度25米，角度向南倾斜15度，这样可以让气体缓慢释放，同时避免雨水大量灌入。你怎么知道的这么精确？我做过详细的勘测，如果出了问题，我负全责。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按林凡说的办，马上组织施工队，2个小时必须完成。林凡站在指挥位置，手里拿着图纸，但更多是依靠轮回域的感知。他能清晰地看到地下那个空洞里积聚的气体呈现出诡异的深红色，那是地脉能量与天然气的混合体。都准备好了，但是林凡，天气预报说半小时后有大雨。来得及，开始吧！钻机轰鸣，吃！一股白色的气体喷涌而出，带着刺鼻的气味。出来了。继续按计划点燃。一个工人小心翼翼地用长杆挑着点燃的火把，靠近气体喷口，轰！火焰冲天而起，窜起5-6米高。还好是稳定燃烧。第2个孔、第3个孔相继打通，3股火焰在山坡上燃烧，像是3只巨大的火炬。这时，第1滴雨落了下来，接着是第2滴、第3滴，暴雨倾盆而下。雨太大了，火焰要灭了。不会灭的。雨水与高温气体接触，产生大量水蒸气，形成3根白色的气柱，直冲云霄。更奇异的是，林凡感觉到，随着气体燃烧，地下空洞中的地脉能量正在被释放、净化。他能看到，以空洞为中心，方圆1公里的土地都焕发出新的生机。林凡，你看，他指向山坡，在火焰周围的区域，枯萎的草木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新变绿，甚至开出了野花。原来如此，这不是灾难，是机遇。雨渐渐小了，3股火焰也慢慢减弱，最终熄灭。没有爆炸，没有灾难。林凡同志，你又立了大功。县长，我有个建议。你说。这片区域以后不要做砂石场了，我建议改建成农业试验田。这里的土地经过地气滋养，会非常肥沃，种什么长什么。有道理，这是你写个详细报告，我向上。林凡去拘留所见王宝蛋。林瘸子，你是来看我笑话的？我是来告诉你，砂石场的危机解除了，没有爆炸，没有人伤亡。你什么意思？意思是你运气好，如果真出了事，就不是拘留这么简单了。他凑近铁窗，压低声音。刘翠花在外面到处活动，想把你捞出去，但他找的那些人我都认识。你想怎么样？我不想怎么样，只是提醒你，你的靠山市工业局那位副局长最近正在被调查，你猜他会不会保你？王宝蛋的脸色变得惨白。好好改造，至于刘翠花，我会照顾她的。林凡，你别动翠花，有什么事冲我来。冲你来？你打断我腿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今天？说完，他转身离开。林凡没有回店里，而是去了另一个地方。刘翠花搬进了县城新盖的楼房，这是王宝蛋用非法所得给他租的。两室一厅，在这个年代算是奢侈了。林凡敲门，哟，我当是谁呢？林大顾问，怎么有空来我这儿？日子过得不错，托你的福，还没饿死。怎么，王宝蛋进去了？你想来捡便宜？可惜啊，你现在腿好了，但那玩意儿还能用吗？我来是告诉你2件事：第一，王宝蛋这次至少要判3年；第二，这房子你住不长了。你什么意思？他拿出一份文件复印件，这房子的租金用的是砂石场非法所得，公安局已经查封了王宝蛋的所有资产，包括这间房的租赁合同。你怎么？房东明天就会来收房，你最好今晚就收拾东西。林凡，你以为这样就能整垮我？我刘翠花能从一个农村丫头混到今天，靠的不是男人，是本事。他把烟头狠狠摁灭。王宝蛋进去了，还有李宝蛋、张宝蛋，县里想要我的男人多的是。你说的对，所以我来帮你做个选择。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车票，放在桌上。明天早上7点去省城的火车。我在省城有个朋友开了家服装厂，缺个质检员，工作辛苦，但包吃住，1个月45块了。选择权在你。留在县城，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照顾。去省城，重新开始，我们两清。顺便说一句，王宝蛋在拘留所里让我别动你，他还是有几分真心的，虽然不多。门关上了，刘翠花呆立良久，慢慢走到桌边，拿起那张车票，车票上还夹着50块钱。他瘫坐在椅子上，捂住了脸。林凡回到
到店里时，周红梅还在等他。你去哪儿了？我听说南山那边出事了。已经处理好了。红梅，有件事我想跟你说。什么事？我可能要离开县城一段时间。去哪里？去多久？去省城。李守一老先生介绍了个项目，省建筑规划设计院需要懂地质的顾问，参与一个大型水库的选址工作，大概要3个月。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周红梅的脸一下子红了。我去能干什么？设计院也需要文员帮忙整理资料、做记录，而且我想让你在我身边。这句话的含义太明显了。周红梅低下头，手指绞着衣角。那店里怎么办？陈建国会帮忙照看，而且这是个好机会，我们可以学到更多东西，将来把咨询处做得更大。好，我跟你去。林凡笑了，这是他重生以来第一次真正感到轻松的笑容。那早点休息，明天我们去办手续。清晨6点半，火车站人流稀少，林凡和周红梅提着简单的行李在候车室等待。他们坐7点半的车去省城。候车室的另一头，刘翠花也提着个旧皮箱，她穿着朴素的衣服，素面朝天，看起来竟有几分当年的清秀。她也看到了林凡，两人对视了一眼。刘翠花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林凡也点了点头。7点的火车进站了，开往省城。刘翠花站起来，在入口处，她回头看了一眼，然后头也不回的走了。他过去了。7点半，他们的火车也进站了。林大哥走了。走了。火车缓缓启动，县城在视野中越来越小，新的旅程开始了。省城会有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在等着他？林凡不知道，但他知道这一次他不在省城。一栋5层高的灰色大楼，3楼会议室里，长条会议桌旁坐着5、6个人，有穿着工装的老专家，有戴着眼镜的中年技术员，还有个工程兵代表。林凡和周红梅坐在末座。所以说，青龙峡这个坝只是经过3次综合勘测选定的，地质构造稳定，库容最大，移民最少，省里已经原则上同意了。今天这个会主要是听取施工方面的意见。林顾问是青山县来的，听说你对地质有些独特的见解。吴工，我看了青龙峡的勘测报告，第17页提到坝址右岸有轻微渗水现象，结论是不影响主体安全。我想知道轻微的标准是什么？日渗流量多少？水质化验做了吗？有没有检测硫化氢或甲烷含量？年轻人，你看报告倒仔细，但纸上谈兵和实际经验是2回事。青龙峡我跑了不下10趟，那点渗水就是岩层里的裂隙水，干净得很。小林同志的问题也不是没道理，不过我们取样化验过，就是普通碳酸盐、盐溶水 ，pH 值中性，无毒无害。取样点在哪？当然是渗水点附近。取样深度？地表取样还能多深？第23页，钻探资料显示，青龙峡坝址下方120米处有一层厚约8米的石膏夹层，石膏在厌氧环境和特定菌群作用下是可以分解产生硫化氢的。地表水干净，不代表深层渗水也干净。如果未来水库蓄水，水压增大，深层渗水加剧，硫化氢在坝基积聚。王营长，您带兵打过坑道，应该知道坑道里硫化氢超标的后果吧？轻则中毒昏迷，重则爆炸。74年西南有个隧道工程，就是因为硫化氢泄漏，牺牲了3个战士。你这是危言耸听，石膏层分解产生硫化氢需要特定地质条件，哪有那么巧？是不巧，但如果真有呢？青龙峡水库设计库容2亿立方，下游有3个乡镇，5万多人口，坝址离省城直线距离不到60公里，这个万一我们赌得起吗？小林同志，你说的有理论依据，但重新选址意味着前面3年的勘测设计全部作废，损失巨大，而且时间不等人啊。省里希望这个水库明年汛期前就能发挥调蓄作用。我知道时间紧迫，所以我建议不必完全否定青龙峡，但必须补充2项工作：一是在疑似渗水通道上打2个深孔，直接取120米深度水样化验；二是用我在青山县用的地气检测法做一次快速普查。地气检测法听都没听过，是什么歪门邪道？是不是歪门邪道？试过就知道。简单说，就是通过测量土壤中微量气体的成分和流量，反推地下岩层的透水性和化学环境，成本低，速度快，3天就能覆盖青龙峡全域。林顾问在青山县南山滑坡预警和气体泄漏处理中用的就是这套方法，成功避免了重大事故。王县长和市里抢险指挥部都有嘉奖记录。争论解决不了问题，这样，吴工，你安排钻探队，按小林说的，打2个深孔取样，最快多久？调设备进场至少5天。太慢，小林，你的土办法真能3天出结果？设备现成的话，2天。我需要一些玻璃瓶、胶管、简易气体检测管，这些化验室都有。瓶瓶罐罐就能代替几10万的钻机，笑话。吴工，1958年大庆油田会战，铁人王进喜带队打井，没有洋设备，就用盆端桶提的法子测水位、估产量，打出了蒸汽井。办法土不土，看的是结果，不是出身。好，就给你2天时间，需要什么直接去后勤领。吴工，钻探也同时准备，双管齐下。散伙。林大哥，那个吴工明显针对你，他会不会在设备或人员上使绊子？众目睽睽下，他不敢，但他肯定等着看我的笑话。红梅，你怕吗？不怕，我知道你是有真本事的。这次不一样，在县城，我们算有点根基，在这里，我们人生地不熟，一招走错，就可能被打回原形。其实
青龙峡大概率确实有问题。我的感觉很强烈，但光有感觉不够，我需要确凿的数据堵住所有人的嘴。他说的感觉，自然是轮回玉对地脉的感应。在他的感知中，青龙峡地下深处有一股躁动、浑浊的能量在缓慢流动，与周围清冽的地脉之气格格不入。那我能做什么？明天你跟我一起去现场，你星系负责记录所有取样点的位置、编号、周边环境，还有注意观察蜈蚣和他手下人的小动作。峡谷深处，寒风凛冽，林凡带着周红梅和设计院派来的2个年轻技术员正在布置取样点。蜈蚣背着手站在不远处的高坡上，冷眼旁观。林顾问，这法子真行吗？埋个瓶子，插根管子，就能知道地下100米的事儿？地下气体就像人的呼吸，健康的地方气息平稳纯净，有病的地方就浊气上涌。我们埋的这些听诊器就是捕捉这些气息的。哦，小张，动作快点，别磨蹭蹭跟着搞迷信活动。我们钻探队的同志已经到位了，那才是科学。记录1号点，右岸山坡，剧主渗水点东南15米，埋深50厘米，周围植被，蕨类茂盛，苔藓发育。明白。忙碌一整天，埋设了20多个取样点。傍晚收工时，蜈蚣那边的钻机已经轰隆隆响起来，打下了第1个孔。小林啊，辛苦1天了，看出什么名堂没有？初步判断，渗水不是来自表层裂隙，这谁不知道？钻探报告早写了。但也不是来自你们推测的150米深度灰岩溶洞。你凭什么这么说？凭气味，灰岩溶洞水通常清新，略带甜味，碳酸钙溶解。但今天我在几个低洼处闻到极淡的臭鸡蛋味，虽然被山风稀释的几乎察觉不到，那是硫化氢的特征。而硫化氢在富氧的浅层地下水中很难稳定存在，说明它来自更深、更封闭的环境，很可能就是石膏层。他看着蜈蚣瞬间变色的脸，补充道：“当然，这只是基于经验和初步感官判断的推测，最终结论等明天取出埋设瓶里的气体化验后才知道。”气氛凝重，蜈蚣、高工、老陈副院长还有几个相关部门的领导都挤在狭小的实验室里。林凡正小心翼翼地将埋设瓶连接上色谱分析仪，周红梅在旁边协助记录，仪器发出轻微的嗡嗡声，曲线开始在记录纸上跳动。这峰值硫化氢含量超标了，虽然只是微量，但分布很广，几乎覆盖整个右岸坝基区域。微量而已，而且这土办法测的准不准还两说，我们的钻探取样结果才是金标准。就在这时，实验室门被猛地推开，一个满身泥浆的钻探队员冲进来。蜈蚣，陈院长，第2号深孔打到118米，刚穿透石膏层顶板，泥浆里就冒出大量气泡，气味刺鼻。小刘被熏了一下，现在头晕恶心，送医务室了。轰！实验室里炸开了锅。蜈蚣，这就是你说的不影响主体安全，这就是干净的很的裂隙水。我现在可以确定，青龙峡坝址深部存在硫化氢生成和运移通道，水库蓄水后，高压水头可能将这些气体压入坝基岩体裂隙，甚至沿着断层带向上运移。轻则腐蚀混凝土和钢筋，重则在封闭空间积累到爆炸极限。我的建议是立即暂停青龙峡方案，启动备选坝址论证。备选？哪里还有合适的备选时间啊？同志，省里催得像火烧眉毛。这里黑石域，黑石域，你开什么玩笑？那里地形狭窄，库容小，而且听说闹鬼，以前勘测队在那儿丢过设备，还有人中邪。闹鬼？蜈蚣，你是科技工作者，还信这个？设备丢失可能是当地村民所为，或者复杂地形导致。至于中邪，我翻过档案，所谓中邪的队员症状是头晕、心悸、产生幻觉，这更像是某种微量放射性气体泄漏或者缺氧环境导致的症状。这恰恰说明那里地下有强烈的气体活动，需要详细调查，而不是用闹鬼2字搪塞过去。陈院长，黑石域地形是狭窄，但两岸是完整的花岗岩体，岩性致密，几乎没有渗漏之虞。库容小，我们可以设计成高坝，利用落差件电站，综合效益未必比青龙峡低。最关键的是安全，给群众修水库是造福，不是埋雷。老陈盯着地图，又看看林凡，再看看面如土色的蜈蚣，终于重重一拳捶在桌子上。好，就查黑石域。林凡，你带队，我给你最大权限，要人给人，要设备给设备，但丑话说前头。要是黑石域也不行。如果黑石域在科学勘测后确实不可行，我林凡承担一切责任，立刻卷铺盖回青山县。林大哥，林凡对他微微摇头，示意他放心。年轻人有胆气，准备一下，明天就出发去黑石域。你干嘛把话说那么满？万一黑石域真的有问题？没有万一，红梅，我有90%把握。我的感觉告诉我，黑石域的地下不是邪气，而是一股被压抑的、很纯净的能量，很像青山县煤矿里那种。而且地图上显示，黑石域是李凤山标注的5个点之一，龙角所在。你是说那里很可能有类似遇水的东西，或者至少是地脉的一个关键节点。如果能妥善处理，不但水库能建，或许还能有意外收获。这次你留在院里，黑石域情况不明，可能有危险。不，你在哪儿，我在哪儿，记录、后勤我都能帮上忙。而且我不想再像上次那样，只能提心吊胆的等着。林凡看着他，心中暖流涌动，终于点了点头。窗外，省城的灯火阑珊，更大的挑战就在不远处的深山之中。而与此同时，青山县拘留所里，王宝蛋正通过一个来探视的朋友，收到了一条来自省城的模糊消息，姓林的去了黑石域，那里写信。王宝蛋阴沉的脸上慢慢露出了一丝。长条会议桌两侧坐满了人，除了设计院的专家，
还有省水利厅、地质局、电力公司的代表。林凡和周红梅仍坐在末座，但今天面前多了一摞连夜整理的资料。项目组长吴工的脸像刷了一层浆糊，僵硬地主持着会议。安静，昨天的争论，相信大家都有所耳闻。青龙峡坝址的硫化氢问题确实需要进一步核实，但是某些同志提出的黑石峪替代方案，我认为更是天方夜谭。一个被地质队放弃、民间传言闹毁的荒山沟，怎么可能承担起2亿立方库容的重任？这是对省重点工程极不负责任的儿戏。会议室里响起嗡嗡的议论声，不少人都用质疑的目光看向林凡。林凡没有立刻反驳，他等议论声稍歇，才缓缓站起身。吴工说黑石峪是荒山沟，是天方夜谭。那我们不妨用数据和事实来说话。这是从省地质资料馆调出的58年和65年2次对黑石峪地区的初步踏勘记录。记录显示，黑石峪峡谷主体为燕山期粗砾黑云母花岗岩，岩性均一完整，实测单轴抗压强度平均在150兆帕以上，远远超过大型水利工程对坝基岩体的强度要求。这是其一。这是省气象局提供的黑石峪地区50年降水资料，该区域年均降水适中，但集中在7月下旬至8月上旬，且峡谷给予面积相对较小。这意味着，如果建设水库，防洪压力可控，而蓄水保证率会较高。这是其二。这是根据现有地形图初步估算的库容曲线。诚然，黑石峪峡谷狭窄，常规思路下库容有限，但如果改变思路呢？在这里建造一座高拱坝，利用拱坝结构将荷载传递到两侧坚固的花岗岩山体。初步估算，坝高可以设计到120米以上。这样一来，虽然库区水面不宽，但水深足够，总库容有望达到1.8至2亿立方，接近青龙峡方案的90%。林顾问，你考虑过拱坝的造价和技术难度吗？我省目前还没有建造100米级高拱坝的经验。考虑过，拱坝的混凝土用量比重力坝少约1/3到1半，虽然在施工工艺和设计上要求更高，但总体造价未必更高。至于技术难度，这正是我们设计院应该攻关的方向。难道因为没做过，就永远不去做吗？60年代初，我们能在国外封锁下自己设计建造新安江水电站，现在技术条件比当年好了多少倍？一座100米拱坝，我们省的设计和施工力量完全有能力拿下。就算技术上可行，那闹鬼的是怎么说？前年地质队在那里出了事故，队员出现严重幻觉，设备莫名其妙损坏丢失，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地方能作为坝址吗？出了问题谁负责？吴工提到的事故，我详细调阅了当时的报告和当事人回忆录。所谓幻觉，主要集中在进入峡谷深处特定区域后，症状为头晕、心悸、莫名恐惧，看到闪烁光影或人影。设备损坏丢失集中在同一区域，这让我想起了我在煤矿工作时遇到的一种情况：某些废弃巷道或特殊地质构造带，有时会积聚微量的放射性气体，如氡气，或者因为岩石压力释放、地下水活动等原因产生次声波。长期暴露在超标氡气环境或特定频率的次声波中，就会导致头晕、恶心，产生幻觉。而某些精密仪器也可能会受到干扰，甚至损坏。小林同志，这个推测有道理。黑石峪花岗岩如果含有较高比例的放射性矿物，如精制铀矿等，衰变产生氡气是可能的。不过，这需要实地检测验证。这正是我接下来要说的。我请求设计院给我一个机会，组建一个精干的小组，携带专业的气体检测仪、辐射计量仪、次声波监测设备，对黑石峪进行一次为期5到7天的针对性详细踏勘。陈院长，各位领导，我的目的不是非要否定青龙峡，也不是非要选择黑石峪，我的目的是为省里这个至关重要的水库工程找到最安全、最经济、最可行的坝址。如果黑石峪的特殊现象确实是可检测、可解释、可规避或可处理的地质问题，那么它优越的坝址条件就值得我们深入评估。如果它确实存在无法解决的危险隐患，那我第一个反对在那里建坝。说的好听，就算你说的那些气体、声波存在，怎么处理？成本多高？工期拖得起吗？吴工，处理已知的可探测的危险，总比忽视青龙峡那潜在的，一旦爆发就可能是灾难性的硫化氢泄漏风险要容易，成本也更低。工期固然重要，但质量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不能用几十万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去赌一个可能没事。在青山县，我们处理过类似的地质气体问题，只要有科学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这些难题是可以解决的。我愿意立下军令状，带队去黑石峪，拿出详实的检测数据和初步解决方案。如果我做不到，或者证明黑石峪确实不可行，我林凡自愿离开设计院，承担一切责任。我支持林顾问，我愿意作为小组记录员一同前往。我相信科学勘测能解开黑石峪的谜团。好，林凡同志，我给你这个机会，院里全力支持。你需要什么设备、什么人，直接列清单。但是时间只有7天，7天后我要看到有说服力的报告，保证完成任务。小子，别太狂，黑石峪那地方邪性的很，小心有去无回。邪不胜正，无功。科学的灯光能照亮一切阴暗角落。林大哥，你要的这些辐射检测仪、高灵敏度气体分析仪，院里都有，但次声波监测设备好像比较紧缺，而且操作复杂。次声波设备能申请到最好，申请不到也没关系，那只是我提出的一个可能解释。关键在于
关键在于我自己的感觉。红梅，黑石域下面有东西，不是鬼怪，是某种很强烈的地质能量。李凤山前辈的地图上也标注了那里，我怀疑当年的地质队可能就是无意中触动了或者接近了那个能量的边缘。那会不会很危险？有准备就不怕。我需要你帮我做几件事。第一，除了明面上的设备清单，你私下帮我准备一些东西：高纯度活性炭过滤罐、备用氧气袋、长绳索、强光手电，还有朱砂和雄黄粉。朱砂和雄黄，那不是用来驱邪的。朱砂主要成分是硫化汞，雄黄是硫化砷，都是硫化物。如果那里真有硫化氢或其他硫化物气体大量泄漏，这两种矿物粉末可能会有颜色反应，可以作为快速检测的辅助手段。记住，我们是科学工作者，一切都要有科学的解释和用途。我明白了。第二，小张为人踏实，可以带上。另外再选2个身体好、胆子大、嘴严的年轻技术员。蜈蚣那边可能会安排人掺沙子，你要留心。好，第三呢？第三，保护好自己。如果我进入一些特殊区域，可能会让你留在外围，不要坚持跟着，你的安全同样重要。记录员必须紧跟技术负责人，这是我的职责。林大哥，你别。大家记住，我们这次是带着任务来的科学勘测队，一切异常现象都是我们需要收集的数据和需要破解的谜题，而不是自己吓自己的理由。到了现场，一切行动听指挥，尤其是进入峡谷深处，必须2人以上同行，保持通讯畅通。林公，我们听你的。林凡没有急于深入，他指挥大家在谷口开阔处建立前进营地，架设好帐篷和通讯天线，然后他亲自带着仪器在谷口不同位置进行初步检测。辐射剂量仪读数正常，多功能气体检测仪显示氧气含量略高于平原，二氧化碳浓度正常，未检测到明显有毒气体。周围环境噪音监测也未发现异常次声波频段，好像没什么问题啊。问题可能不在谷口。仪器准备好，下午我们沿峡谷右侧，向当年地质队出事的大致区域推进500米，建立第一个检测点。它的轮回域印记在进入峡谷后一直在持续微热，像是一个无声的警报器。能量源头显然在更深处。各种仪器再次架设起来，读数依然基本正常，只是气体检测仪上表征总挥发性有机物的指针偶尔会有极其微小的跳动，但很快回落，几乎在误差范围内。一切正常啊，林公。林凡没说话，他闭上眼，努力集中精神，将感知顺着轮回域的感应延伸出去。这一次，他看得更清晰了一些，并非肉眼所见，而是一种模糊的能量图像。在右侧崖壁的后方，似乎存在着一个相对空旷的空间，一股隐晦但持续的能量波动正从那里隐隐传出，并弥散在周围的空气和岩体中。这股能量很特别，并非单纯的炽热或寒冷，而是一种带有轻微躁动和干扰属性的波动。他睁开眼，走到右侧崖壁前，仔细查看岩壁上的裂隙和苔藓生长情况。有发现。这里的苔藓品种和长势与周围略有不同，颜色偏暗，缝隙有极其微弱的气流出来，几乎感觉不到。林凡取出一小卷很薄的化学试纸，小心地伸到缝隙口，停留了约1分钟，然后取出。试纸原本的淡黄色，边缘微微泛起了一丝几乎难以察觉的浅褐色。这是什么反应？对某些含硫化合物敏感，颜色很浅，说明浓度极低，但证实了有微量气体渗出。记录1号点，发现疑似微弱含硫气体渗出迹象，来源指向右侧崖壁内部，建议后续使用钻孔气体采样或探地雷达进行深部探测。明白。今天到此为止，收队回营地，晚上开会分析数据，制定明天的详细探查计划。回营地的路上，林凡心中疑虑更深，那微弱的含硫气体与轮回域感应到的躁动能量是否同源？李凤山当年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或者封印了？林公，如果只是微量气体，危害应该不大吧？关键在于气体成分和来源。如果是深层地质活动产生的硫化氢，哪怕浓度低，如果存在聚集和突然释放的通道，就是隐患。明天我们重点探查那个缝隙周围区域，我需要打一个浅孔，安装长期气体收集器。另外，我需要一个人跟我，尝试向当年地质队失事的核心区域靠近，距离不必太深，主要是用便携设备测量不同距离上环境参数的变化梯度，特别是气体成分和辐射背景值。我跟你去。我也去。不，人不能多。红梅作为记录员必须去。小张，你留下，负责1号点的长期监测和营地安全。小王、小李，你们明天沿左侧峡谷进行常规地质测绘和取样。夜深人静，林凡躺在帐篷里，却毫无睡意。掌心轮回域的温热感持续着，怀中那本地脉急药和阴阳玉佩也似乎与峡谷深处的某个存在遥相呼应。他悄悄起身，走出帐篷，月光清冷，洒在狰狞的黑色岩壁上。周红梅也跟了出来，默默递给他一件外套。睡不着。红梅，我有种预感，我们可能触碰到了某种超出常规地质认知的东西。李凤山前辈留下的，可能不仅仅是资料。不管是什么，我们一起面对。谁在那儿？我刚才好像看到有个白影子在那边闪了一下，钻到石头后面去了。可能是夜行动物或者月光下的错觉，提高警惕是好的，但别自己吓自己。去喝点热水。有人在窥探营地，还是这峡谷里真的有什么？林凡和周红梅全副武装，背
背负着精简的勘测设备和补给，沿着右侧崖壁向峡谷更深处前进。越往里走，光线越暗，两侧岩壁压迫感越强，溪流的轰鸣声在狭窄空间里回荡，显得有些诡异。空气中那股阴冷潮湿的感觉更加明显。气体检测仪上总挥发性有机物 TVOC 的读数出现了持续但缓慢的攀升，虽然绝对值依然很低。辐射剂量仪的读数也在正常背景值范围内波动，但波动频率似乎有所增加。最让林凡在意的是，轮回域的感应越来越清晰，那股躁动的能量源头似乎就在前方不远处的右前方，而且能量场正在以一种缓慢的节奏呼吸般脉动着。读数有变化了。很微弱，但在变化。注意脚下，跟紧我。是前年地质的仪器的设备。这不像是简单的坠落或滑坡能造成的损坏，倒像是经历过剧烈的压力变化和高温。伽马辐射剂量率瞬时升高了，超过环境背景值3倍。虽然还在安全范围内，但是……滴滴滴，他话没说完，林凡手中的气体检测仪也发出了更急促的警报。屏幕上代表硫化氢 HRS 的数值从之前的近乎为0，猛地跳到了一个虽然不高但已明显超标的数值。与此同时，检测仪内置的小型吸气泵发出嘶嘶声，显然进气口的过滤器正在快速吸附某种气体。后退，戴好防毒面具，快！刚才是气体突然泄漏，不是简单的泄漏，更像是那个地方的能量场刚刚呼吸了一下，把深部的一些气体吐了出来。林凡心中却越发清晰，轮回域的刺痛、辐射和气体的同步瞬时升高，被诡异摧毁的设备，这一切都指向一个结论：这个凹槽，或者说凹槽后面的岩体深处，存在着一个活跃的、周期性的能量释放点。这可能是一个与深层地质构造相连的透气孔，而孔的另一端，环境极度恶劣，高温、高压、含毒气，可能有放射性。李凤山当年是否就是发现了这个危险的点，并做了某种处理？他的地图上标注这里是龙角，龙角往往是龙身上最坚硬也最敏感的部位，是力量汇聚点，也可能是弱点所在。我们不能在这里久留。林凡看了看仪器，读数已基本恢复正常，但必须在这里布设最重要的监测点。红梅记录坐标，标注为2号异常区。我们要在这里安装自动连续监测站，监测气体、辐射、微震，甚至温度、气压的连续变化。好，安装位置选在哪里？不能太靠近凹槽，就在这个弯道外侧，但要能接收到来自凹槽方向的信号。设备要用防护箱加固，电源用大容量电池组加太阳能板。先回营地，下午让小王、小李他们来帮忙，把1号点的长期气体收集器也安装好。我们需要至少48小时的连续监测数据，才能分析这里的能量释放规律。林大哥，那个地方如果建了水库，大坝的压力会不会引爆它？这就是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问题。如果这个能量释放点是稳定的、周期性的，我们可以通过工程设计来规避或加固；如果它是不稳定的、脆弱的，那黑石域就真的不能作为。林工，你看2号区的硫化氢浓度，每隔大约6到8小时就会出现一次脉冲式的升高，持续时间10几分钟到半小时不等，然后回落。辐射剂量也有同步的微弱升高，温度和气压变化不明显。脉冲式释放像心跳一样，释放源深度一定不浅，否则不会这么有规律。而且每次释放的气体成分以硫化氢为主，伴有微量其他有机硫化物和氡气，这说明深部环境是高温、还原性，并含有放射性物质。我们对凹槽附近和峡谷其他地方的岩石样本做了对比，凹槽附近的岩石石英和黑云母含量正常，但其中硫化物矿物如黄铁矿的微观结构有轻微识变迹象，像是长期受某种酸性或还原性流体侵蚀，而其他地方样本没有这个现象。这说明那个凹槽后面确实存在一个通往深部特殊地质环境的通道，气体和微量的放射性物质就是沿着这个通道周期性上游。问题很清楚了，黑石域地下存在一个与深部高温还原性环境相连的透气孔，目前看来它的释放是规律且相对微弱的，但是一旦在这里修建100米高坝，数亿吨的水体重量压在峡谷上，巨大的净水压力作用在岩体上，会不会改变这个脆弱通道的稳定性？会不会诱发更大规模甚至失控的气体、流体甚至岩浆物质的上涌？这个风险我们无法通过几天的监测完全排除。帐篷里一片寂静，大家都明白这个结论意味着什么，黑石域方案可能也要搁浅。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比如用工程手段把这个透气孔堵死？深部高温高压，常规灌浆材料下去可能瞬间失效，而且强行封堵可能引起能量在其他更脆弱的地方释放，造成不可预知的后果。这就像给一个不断冒气的热水壶强行加塞子。林凡想，李凤山、龙角、震物、能量疏导。红梅，李凤山前辈的资料里有没有提到过如何处理这种地气亢奋、能量不稳的龙血？遇地火喷薄，煞气上涌之处，强堵不如疏，硬塞不如导。可循天然或人工构建引煞渠、化气池，以金石为媒，以水木为养，导其狂暴之气入缓流，化其凶戾之性为祥和。习于黑石之域，常不小镇以安地脉，然时移世易，不知尚存否？引煞渠、化气池，导狂暴之气入缓流。林公，这说的啥？听着像风水。不，这不是迷信的风水，这是古人用他们的语言描述的一种地质能量疏导理念。你看，以金石为媒，可能指的是利用特定矿物或金属构件作为能量传导或缓冲材料；以水木为养，
可能指的是借助水体或植物生态系统来吸收、转化或稳定释放的能量。我们一直在想怎么堵住那个危险的能量释放点，为什么不能换个思路，像李凤山前辈提示的那样，给他修一条引煞渠呢？在水库大坝的设计中，专门为这个能量释放点设计一个可控的、安全的释放通道和能量转化装置。可控释放、能量转化，这能做到吗？理论上有可能。深部上涌的气体富含硫化氢，如果我们在可控条件下将其引导出来，经过处理，可以回收硫磺。那股躁动的能量场，如果能用特殊材料，比如某些压电材料或热电材料进行部分捕获，说不定能转换成微弱的电能。就算不能利用，只要能做到安全、可控、监测下的释放，就能消除其对大坝安全的威胁。这不是放弃黑石域，而是用一个更高级、更具创新性的综合工程方案来利用它，既解决了水库安全问题，还可能变废为宝，实现能源和资源的额外收获。这完全符合现代绿色、可持续的工程理念。我们需要更多的数据来支撑这个构想，特别是要弄清那个能量释放通道的确切走向、规模，以及深部流体的详细成分和压力。红梅，立刻整理我们现有的所有数据和分析。小张，准备一下，明天一早我要再进2号区进行一次更深入的探查，尝试定位那个透气孔的具体位置和可能的结构。太危险了，上次的突然释放。我们有数据了，知道它大概的释放周期。我会选择在它刚释放完的平静期进入，而且会做好最严密的防护。这是验证我们新思路的关键一步，必须去做。黑石域那边还没有消息传回来吗？今天已经是第7天了。陈院长，黑石域初步勘测报告我们带回来了。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林凡向老陈副院长及匆匆赶来的几位核心专家详细汇报了7天的发现、数据分析以及那个石破天惊的可控疏导与综合利用新方案。会议室里时而寂静无声，时而争论激烈，质疑声主要集中在新技术路线的可行性和风险上。各位领导、专家，我知道这个方案前所未有，充满挑战，但青龙峡有难以根除的隐患，而黑石域的问题，我们找到了症结，也提出了创新的解决思路。这不仅仅是在选择一个坝址，更是在探索一条将工程安全、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相结合的新路。我请求院里给我和团队一个机会，进行更深入的专题研究和可行性论证。林凡同志，你们小组辛苦了，这份报告价值连城。我立刻组织院内外顶尖专家，成立黑石域特殊地质条件下高拱坝及能源综合利用可行性研究项目组，由你担任技术总负责人。需要什么资源，院里、省里我去协调。年轻人大胆去干，省里乃至国家需要你们这种敢于创新、勇于担当的技术尖兵。走出设计院大楼，夕阳正好。林凡看着身边的周红梅和小张，长长的舒了一口气。7天7夜的艰辛、危险、绞尽脑汁，在这一刻都化为了值得。接下来我们去哪里？回青山县。有些事需要回去才能彻底了结，也有些新的想法需要在我们的根那里才